當華爾街集體踩踏時，聰明錢在幹什麼？朋友們，我發現了一個詭異的現象，市場正在發出崩盤報警，但是波動率指標呢，卻是像喝了安眠藥一樣毫無反應。這就像火災報警器響了，但是溫度計顯示室溫正常，到底是報警器壞了，還是有人在演戲呢？那我們先來看一組數字，你就知道这個市場現在到底有多分裂。我認為市場上正在上演這個狼來了的一個鬧劇。QQQ 納斯達克100指數 ETF 啊，在元旦前夕在614美元附近。那技術分析顯示，它所有的移動平均線都被跌破了。MACD 死叉 ，RSI 背離。按照教科書来說的話，這就是標準的看跌確認信號。但是詭異的是什麼呢？隱含的波動率卻從幾周前的21%到23%暴跌到現在的15%。那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打個比方，就像你家樓下突然冒出了一堆救護車和消防車，但是路人呢都在悠哉悠哉的喝着咖啡刷着手机。你要么是報了假警，要麼就是群众演员在拍戏。我更倾向於後者，这是華爾街精心設計的一個假突破陷阱。為什麼我說是陷阱呢？我來從3個方面來說。第一個方面呢，就是這個波動率指標在說謊。市場如果真的要崩，期權交易員早就瘋狂的買保護了，波動率呢會飆升。但現在恐慌指數低得像退休大爺的心跳，那說明專業玩家根本就不慌。那第二個就是時間周期錯位。日線圖雖然看跌，但是2小時圖的 MACD 還在中線附近徘徊，30分鐘圖呢更是出現了背離信號。那拋售的力量根本就不夠強，這就像拳擊選手揮起拳來，看起來很猛，但是力量傳感器顯示他沒吃早餐。那第3點呢，就是關鍵支撐位的磁吸效應。SPY 標普500指數 ETF 目前在680到682美元區間，那這個位置是周線預期波動區間的下緣，在68%概率範圍。那歷史數據告訴我們，市場有68%的概率會在周五收盤前反彈回這個區間內。用人話說，就像彈簧被壓縮到了極致，不是要斷了，而是準備反彈了。當市場恐慌的時候呢，價值投資者正在撿便宜。好，假設你相信技術面可能是陷阱，那接下來的問題來了，我們的錢應該往哪放呢？我翻了一遍2025年跌得最慘的股票，發現了幾個被市場錯殺的寶貝。注意啊，我說的是被情緒拖累，但是基本面沒崩的公司，這種才是真正的安全邊際。第一梯隊，被 AI 恐慌砸出來的黃金坑。奧多比，股票代碼 ADBE， 創意軟件巨頭。那這家公司今年被砸了21%，5年累計跌了30%。為什麼呢？因為市場擔心 AI 會取代 Photoshop 之類的這些工具。但是等等啊，讓我們還是來看看這個數字。DCF 貼現現金流估值是575美元，當前價格呢是350美元，上漲空間有64%。營收10年複合增長率17%，未來預期10%到11%。管理層把100%以上的現金流用於回購股票，這叫用真金白銀投票。安全邊際39%，即使是保守假設未來增長腰斬，仍有19%的上漲空間。這就像一家米其林餐廳，因為隔壁開了家快餐店，就被估值腰斬了。邏輯何在呢？ AI 確實是會衝擊部分業務，但是它的護城河、專業級的工具鏈、企業訂閱、創意生態系統不是1-2年就能被顛覆的。當然它也有風險啊，長期 AI 替代的不確定性確實存在，但是當前的估值已經是定價了這種擔憂。第二個，貝寶PYPL 支付領域的落難貴族，那這家就更慘了，今年跌了32%，5年累計跌了75%了。市場認為它增長停滯，交易費率下滑，但是我們看這個估值呢 ，DCF 估值118美元，那實際價格是58美元，這還是基於0%增長的保守假設。自由現金流收益10%，相當於買一家现金印鈔机的成本只要10年回本。安全邊際46%，
管理層持續的回購股票。那這就像買房子，你花58萬買了一套內在價值118萬的房子，房東呢每年給你10%的租金回報，那即使房子永遠不漲價，你也不虧啊。当然也有風險，風險在什麼地方呢？交易費率確實是從歷史高點下滑到1.64%，那增長呢可能僅與通脹持平，但問題是市場已經把它當僵屍公司定價了，實際它還在盈利，并且產生大量的現金流。好，再一個就是多鄰國，股票代碼 DUOL， 語言學習獨角獸。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這個軟件啊？這家公司啊，今年暴跌了46%，但是你看用戶數据，你就會嚇一跳，日活躍用戶增加了49%，訂閱轉化率從5年前的3.3%飆升到了8.5%，營收增長40%，未來預期33%。同行業公司普遍個位數增長，它的 EPS 就是每股收益啊，預期增長20%，同行業都是10%。DCF 的估值呢259美元，當前是只有175美元，安全边際32%。這就像你投資一家健身房，會員數量呢每年漲50%，付費轉化率呢翻倍，營收增長40%，然後股價反而腰斬了，邏輯到底在哪？市場可能會擔心 AI 翻譯工具會顛覆語言學習，但是多鄰國的遊戲化設計、社交功能、個性化學習路徑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用戶粘性。它的風險點在這個估值仍然不便宜，目前它的市盈率呢是15倍啊，需要持續證明增長可持續性。好，我們再來講第二個梯隊啊，就是需要審慎評估的一些我稱之為半吊子便宜貨。像這個諾和諾德減肥藥巨頭的至暗時刻今年跌了41%，股息收益率呢從1.4%飆升到了3.4%。那這種飆升通常意味着市場認為股價會繼續跌，估值看起來誘人 ，DCF 估值150美元，當前呢只有51，但是問題來了，未來3到5年 EPS 增長僅為2.4%歷史上都是雙位數增長。PEG 比率呢，也就是這個市盈率除以這個增長率高達6倍，意味着你為每1%的增長支付了6倍的溢價。這就像買了一輛曾經時速200公里的跑車，現在時速只剩30公里了。雖然打了7折，但是性能呢也打了9折，它到底划算不划算呢？關鍵問題就是在這個它的一個減肥藥威高衛它的市場競爭加劇，專利保護呢即將到期。醫保覆蓋政策不確定這些東西都是硬傷。第三個梯队就是千萬別碰的有些基本面真的正在崩潰的一些股票像這個塔吉特，股票代碼 TGT，零售業的慢性死亡，內在價值呢僅有112美元，當前的價格是109美元，安全边際只有3%，這叫什麼？這叫什麼安全边際啊？對吧？同店銷售增長轉負。營收預期零增長，10年自由現金流零增長，分析師目標價僅僅是上升了2%，這就像一家餐廳客流量下降，營收不漲，利潤停滯，你會投資這種生意嗎？對吧？不可能的。下一個標的，齊柏雷墨西哥燒烤，股票代碼 CMG，增長神話的破滅，零安全邊際，合理估值是在337美元，當前的價格呢也是337美元。同店銷售轉負，單店銷售下降，估值仍然是高的離譜，市盈率溢價84%。這就像一家網紅的奶茶店，排隊人數減少，單店營收下滑，但是估值呢還按照網紅的標準再給它定價，市場呢早晚會重新定價。那我們普通人應該怎麼辦呢？我總結為3條生存法則。第一個法則呢，就是不要試圖去抄底，但是可以分批建倉。技術面顯示這周五可能會反彈但是短期預測就是賭博。更聰明的做法是，如果 SPY 跌破680美元，并且出現了背離信號拋售減弱，可以考慮小倉位入場。如果2小時 MACD 轉正，看跌信號失效，可以加倉。如果繼續下跌沒有背離，等下一個支撐位。一定要記住你買的不是最低點，而是合理價位加確認信號的組合。
第二個法則，優先配置安全邊際大於30%的目標。在高估值市場環境下，標普500市盈率屬於歷史高位，那只有顯著低估值的股票才能提供下行保護。推薦組合僅供參考啊，並不是這個投資建議。像這個進攻型的，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多鄰國啊和這個奧多比啊，高增長被錯殺。那防守型呢，就是刚才我們提到的貝宝，它的現金流穩定啊，估值呢非常低。應該觀望的就是诺和諾德啊，增長預期等待修復。第三個法則呢是關注催化劑，而並不是每日的波動。那這些股票最終能否翻身，這取決於什麼呢？像這個奧多比和貝寶，需要證明 AI 不會摧毀業務啊，我們要看下幾個季度的一個財報。多鄰國呢需要維持用戶增長的勢頭，要看它的 DAU 數據。諾和諾德需要 EPS 增長的預期修復啊，看它的新藥的管線。不要因為一天漲跌3%就手忙腳亂啊！股市呢是称重机，不是投票机，最終價格呢會回歸內在價值。市場在考驗你的耐心，不是智商。回到開頭那個問題，當市場發出看跌信號，但是波動率卻毫無反應，到底該信誰？答案是別相信任何單一的指標，要建立自己的交叉驗證系統。技術面告訴你可能跌，波動率告訴你專業玩家不需要慌，估值告訴你部分股票已經跌過頭了。你把這些信息綜合起來看，你會發現短期市场可能繼續震盪，但是中長期的優質資產被低估的機會已經出現了。最後送你一句巴菲特的老話啊，當然我做了一些修正啊，在別人貪婪時恐懼，在別人恐懼時貪婪，但前提是你得先算清楚內在的價值是多少。一定要記住，投資不是賭大小，而是用40塊錢去買價值100元的東西，然後耐心等待市場認錯。本文僅為市場分析與教育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投資前請務必自行研究或者諮詢專業人士。如果喜歡這篇分析，如果覺得有用，記得關注。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